嗨，西蒙。我在呢。现在我们2个车都没有开声纹识别，所以你在车外怎么喊，他们都能听得到的，都能回应你。但是如果你是车主的话，你记得要开那个声纹识别，要不然别人也可以控制你的车。这不是第一个车外语音，却是最好用的一个车外语音啊！今天体验极越01，百度说它是汽车机器人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机器人得够聪明。极越的智能呢，我分3块来讲：自驾、智能座舱和车外语音3部分。讲完我们再来看看它是不是一个机器人。先说自驾，这次我们在广州市，目前呢还没有开通城区的 PPA， 所以我们只能体验高快领航。小30公里的体验呢，综合表现我给3星半。在车流较少的高速路和快速路上面，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的通行效率和舒适度。跟车呢相对自然，能够积极的变道，但是还有一些不足。插个说明啊，极越01的领航开启方式呢和其他品牌不同，它取消了方向盘后方的2个拨杆，启动 PPA 的时候需要按方向盘左边的按键，或者是通过智能语音来唤醒。不过开启 PPA 领航之后呢，屏幕显示的效果还是十分炫酷的。体验的部分还是4个维度，舒适性3分。今天试驾车是性能版，动力很强，但当我们开启 PPA 的时候，提速和降速的过程却做得相当的柔和，保证了我们乘坐的舒适性。不过目前我们试的这个版本呢，方向盘还是有一点小画龙的情况，变道的动作呢也略显生硬，所以我只能给到3星。据说后面的一个版本就会优化这2个问题。通行效率4星，一旦出现前方有慢车的情况，系统就会快速的进行变道决策，并且把握好前后车距进行变道，保证我们的通行效率。丢分项出在匝道处啊，它会提前2公里变到右侧车道。如果此时前方有慢车，系统就无法再进行绕行了。实际上，在感知距离足够的情况下，行驶的策略还是有优化空间的。安全感5星，极越 PPA 选择了相对保守的策略啊，在加速变道的过程中呢，尽量模仿人类驾驶员的操作风格，并且能够及时的通知驾驶员。虽然说取消了激光雷达，但是它对道路的所有参与者的感知也是足够准确的，所以可以给到我们相当好的安全感。交互感3星半，先夸一下 PPA 与驾驶员的交互动作相当的好啊，可以说是目前我试过最好的一套，没有之一。首先，这台车选了电容感应方向盘，手握就好，减少了扭矩适应的过程。第二是，在变道、下匝道和 PPA 退出前的通知呢是恰到好处的，不会过多，但足够引起关注。问题是在人机共驾上，人手介入退出后，系统再一次接管的时候有一点延迟，我觉得还是有优化空间的。极越 PPA 并不完善，但好在极越01全系都是 Max 起步，所有的车主呢都会成为数据的贡献者。这套系统走的是和特斯拉一样的 BEV 加 Transformers 的技术架构，需要大量的数据投喂，加上极越在明年1月份会引入的 OCC 感知技术，这套系统的OTA 前景还是很光明的。再来说说智能座舱，极越01设计上和特斯拉非常的接近，取消了方向盘的拨杆，采用触控换挡和方向盘转向灯键，界面呢也非常的清爽。但是它又保留了很有科技感的飞屏交互，并且有响应性和功能丰富度非常好的智能语音，值得给个高分。车外语音，我觉得极越这套方案出来之后呢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去跟进。因为它在车头、2侧的后视镜和车尾都有麦克风，让我们在车外的任意角度，只要用正常说话的声音就能够唤醒它，并让它翻折后视镜、开关车窗、打开车门、打开充电盖、尾箱门等等。甚至你可以问它续航还有多少，或者是把车开出来驳回车位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这些功能都是很实用的。之前大家觉得车外语音没有必要，很社恐，那是因为在没有足够车外感知硬件的情况下，需要你扯高嗓门来喊。那现在呢，不需要了。甚至我在距离稍远的地方都能用正常的声音喊到它。以上就是本次体验的全部内容。你说极越01称得上汽车机器人吗？或者现在它还是一台车的样子？等到后续百度的大模型更强，家居生态接入的更多，给到我们更多的智能化场景的时候，它才是一台真正的汽车机器人。它既能够把我们从 A 点带到 B 点，也能够在生活上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。